在校园的午后阳光里，总有一些人，只要一出现，就会让整个青春都变得鲜活起来。而第25时区的情书里的沈毅和周静妮，正是这样一对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存在。他们不是那种一见钟情、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也不是刻意制造糖点的工业甜宠。相反，两个人更像是很多人青春里真实存在过的模样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天天斗嘴，互相嫌弃，却又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。柯纯与翟艺莹的搭配，也让这段青梅竹马的故事拥有了特别自然的氛围感。他们之间最吸引人的，并不是刻意的暧昧，而是那种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的默契。在学校里，沈毅总喜欢故意逗周静妮，抢她的笔，故意挡路，明明关心却嘴硬不承认。而周静妮也从来不会轻易认输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回怼，就能把沈毅堵得说不出话。很多观众会发现，他们之间的互动没有偶像剧里那种悬浮感，反而特别像真实校园里会发生的日常。因为真正熟悉的人，往往不会时时刻刻温柔体贴，而是会把最幼稚、最真实的一面留给对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家才会越来越上头。尤其是在教室、操场、食堂这些熟悉的校园场景里，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总会让人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。那些年里，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，明明每天都在吵架，却还是习惯性的等对方一起放学，明明总说烦死了，可一旦对方不在身边，又会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第25时区的情书最厉害的地方，其实就在这里。他没有刻意去放大爱情，而是把青春里的细节慢慢摊开，让观众自己在细节里心动。比如沈毅会嘴上嫌弃周静妮笨，却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她情绪不对。周静妮表面上总是气呼呼的，但别人欺负沈毅时，他却会第一个站出来维护。这种感情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了朋友的界限，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真正意识到。很多时候，青梅竹马最动人的点，并不是陪伴，而是习惯。因为陪伴可以短暂，但习惯却会慢慢渗透进生活。你会习惯有一个人天天和你拌嘴，习惯放学后一起回家，习惯无论开心还是难过，第一个想到的人都是他。而最可怕的是，当某一天那个人突然不在身边时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他早就已经成为了青春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柯纯饰演的沈毅，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，表面吊儿郎当，实际上却比谁都细心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，甚至有时候还有点幼稚，但正因为这种不完美，角色才显得更加真实。尤其是他偷偷关注周静妮的小细节，真的特别戳人。有时候一个眼神比台词更有杀伤力。而翟艺莹饰演的周静妮，也不是那种只会等待被保护的女主，她有自己的脾气，也有自己的小倔强。面对沈毅时，她从来不会一味妥协，反而总能和他势均力敌。这种双向拉扯感，恰恰也是观众最喜欢的地方。因为真正让人心动的感情，从来不是单方面付出，而是两个人都在彼此影响，彼此成长。其实很多校园剧都会拍青梅竹马，但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却不多。原因就在于，有些故事只是在演爱情，而第25时区的情书更像是在还原青春。它会让人想起那些藏在课桌里的小纸条，会让人想起下课时故意绕远路，
只为了多看某个人一眼，也会让人想起曾经那个嘴上不承认，心里却偷偷喜欢了很久的人。青春最遗憾的地方，大概就是很多感情总是在后知后觉中错过，所以观众才会格外珍惜沈毅和周静妮之间这种还来得及的感情。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复杂，也没有太多现实压力，喜欢就是喜欢，吃醋就是吃醋，哪怕不敢承认，情绪也会从眼神里跑出来。这种青涩感恰恰是最打动人的。而柯纯和翟艺莹之间的 CP 感也让角色更加鲜活。有时候两个人只是并肩走在校园里，没有任何台词，观众都能感受到那种属于青春的氛围。这或许就是青春剧最珍贵的地方，它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剧情，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想起曾经的自己。有人说，青春里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喜欢的人刚好也在喜欢你，但其实还有一种更难得的感情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见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，却依然愿意留在对方身边。这样的感情比一见钟情更难得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心动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依赖。第25时区的情书之所以会让人越看越上头，也正是因为他把这种细水长流的情感拍出来了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总能让人心里泛酸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却比很多热烈的爱情更让人难忘。或许每个人青春里都曾经有过一个沈毅或者周静妮，那个总爱和你吵架的人，那个明明嘴硬却最关心你的人，那个陪你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的人。只是后来有些人走散了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时，才会忍不住怀念过去。因为青春会结束，校园会散场，但那些一起笑过闹过的瞬间却会永远留在记忆里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我们早已忘记具体发生过什么，却依然会记得当时有一个人曾经让整个青春都闪闪发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的学生时代也有一个天天和你打打闹闹的人，你会不会在后来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喜欢上了他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青春故事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